我们都是台湾人，从妈祖国穿越到布农国，进入金曲歌后曹雅文的港字歌，趣味感人，用港字歌带台湾的大家环岛。不过台湾还有一个有趣的外国布农国，本片带领大家进入台湾的外国布农国的故事中。布农族生活在中央山脉里，他们的老家在玉山国家公园的深处，他们世居在山林里，很爱用唱歌来祭祀，歌声是跟各种动物、溪水与山林学的。如果不懂他们的生活方式，真的很容易把他们误认为穿越中藏在森林的矮黑人或魔神仔。布农族大量出现在媒体中，也是归功于台湾对台湾黑熊的重视。前几年正负2度C 的议题很红，全球都在高喊救救北极熊，喊住喊住。发现台湾这个热带与副热带区竟然也有极地才有的熊，台湾黑熊。在全球议题的热潮，玉皇美秀教授写请布农猎人帮助下，我们在看到台湾黑熊时，也才跟住看到台湾硕果仅存的台湾猎人布农男人。布农族在中央山脉与大山共存，布农巴囊在族语中是人的意思。布农族是与大山共存的族群，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他们也是中央山脉动物的一环。因此他们虽然在面对汉人时自称是猎人，但入山时他们是猎人，也是动物们的猎物。近年来动物保护意志高涨，动保团体总部在天龙国，也少入山至如大分山屋处。布农猎人穿梭在山林中，是唯一可以与大山共存的动物一环。动物保护团体思维原屋都市绿基屋流浪动物与保育类动物等的思维，但在中央山雾深处，万物生机勃勃。布农猎人是以动物的身份进入，而非以可以载至自然的万物之灵人的身份进入。布农猎人与动保团体有一个根本立场的不同，布农男人入山狩猎时是带住敬畏祖灵的心，作为动物的一份子入山。对他们来言，动物保护不是他们有的概念，因为在大山中，祖灵与大山有它的平衡，如同山羌不会特别去保护野猪，黑熊也要靠自己的本事去狩猎山羌。布农猎人跟山羌、野猪、黑熊都是平等的，狩猎彼此，也被彼此狩猎，在大山的平衡中斗智斗勇，这是布农猎人对动物的世界观。天龙国动物保护的观点来自于对动物的过度屠杀、无知放生等，如同石虎太多才被路杀，请动保团体拨控科普这些人。狩猎文化与动物保护、汉原世界观不同，如同前面所阅，布农族才是真正在大山里生活，与万物万灵共生的族群。狩猎并不是屠杀，也不是漠视生命的虐杀，而是布农族作为与大山共存的动物一环，与动物们斗智斗勇相互猎杀的自然生态。如同在祭枪歌会请祖灵帮忙让各种动物撞到自己枪口下，进仓记的刺猪让猪唱歌给大山与小米听，祈求来年丰收。预被吃掉的猪之后会转生成布农族人，也就是会从畜生到转生成为人，都是一众对大山万物的敬重与祝福。乌笔者而言，笔者并不否认动保团体的努力，但狩猎是镶嵌在布农文化的没落里，如同当初日本人没收布农族的猎枪导致抗日事件。没收猎枪对布农族而言，如同把鲨鱼抓起来后砍掉头的鳍做鱼翅，剩下一坨长肉丢回大海一样。如果我们会心疼被捕受夹到断掌的黑熊，那没收布农族的猎枪就等于是砍断黑熊的四肢后把头丢回大山自生自灭一样。布农族是不会再在狩猎文化上妥协的，因为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就是需要这种狩猎文化。布农族另一个为人称赞的是布农族的歌，布农猎人都是唱歌的好手，那些歌是他们跟大山的动植物与自然现象学的。布农族的歌与汉人的祭祀活动地位相似，汉人的祭祀崇拜三牲、烧香、金纸等，有一整套流程，布农族的歌就是他们的祭祀流程。他们的歌是唱给大山听的，他们用歌来祭祀大山，与大山共存。布农族的祖灵观除了祭祀唱歌，另一个就是占梦，布农人会用梦跟祖灵对话。布农的祖灵观与汉人的祖先观不一样，祖灵包含祖先，但也包含狩猎过的厉害动物，如山羌、水鹿、黑熊，战死的他族战士与大山等，是一众对自然的泛灵信仰。布农族生活在中央山脉的核心领域，他们生活方式与汉人和工厂共存的生活方式很不同。汉人的工厂也没办法制造出布农族所需要的东西，布农族所需要的东西也都是带住弯刀入山拿的。藏在大山里的布农族粮
使用自然农法与狩猎来生活。隆起的绵延大山就是他们的高楼大厦，与大山万物共存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主宰大山的人，他们只是这个大山山林循环的一份子。汉人也无法过布农族的生活。平地汉人仰赖菜市场与各种加工品的连锁企业生活，布农族是与山林一起生活的动物之一。他们一把弯刀就能入山3-5个月不出来，他们有猎人的资质与狩猎的文化在传承，这些是他们能安全出入山林的诀窍。最后提一下进仓记的刺猪。进仓记是达尔记中的其中一首祭祀歌。进仓记对布农族很重要，因为布农族并不依赖汉人的加工食品与惯性农业的菜市场，布农族的主食是小米。对布农族来月，祭祀的小米要多到能吃到吐，才能展现来年的丰收。猪对布农族来月是很重要的森林猎物。进仓记中一定要用刺猪的方式，让猪发出惨叫声，因为猪的惨叫声会回荡在山林间，召唤小米进仓，让明年收成越来越好。汉人也许会觉得迷信，但信仰都是立基屋文化。原民也莫阻碍汉人烧王船、送肉粽等。我们觉得这些严肃的禁忌对汉人很重要。这个进仓记的刺猪对布农族来月一样很重要。如果出国是为了一种跨文化的体验，那一定要体验一下藏在中央山漠里的布农国。欧比者而言，认为台湾媒体常吵的两岸一家亲只是一种骚话。也许因为汉人钱多，又有跨国的华人集团，因此有钱到可以常用媒体吵架。但布农国里的布农族已经与中央山漠同化，他们内敛安静，如同黑熊般，是害羞的族群，却也是与山林共存的最优秀的猎人。他们的刺猪是一种生命教育，如同日本的生命教育让孩子吃掉自己养大的鸡，正是残酷。不装聋作哑，不外包麻烦，不外包残酷，来把自己装得很清高。布农族的文化莫有这么复杂，他们就是大山生态的一环。他们入山狩猎，自己是森林的猎人，也是森林动物的猎物。如果在与猎物战斗过程中战死，族人也不会想要报仇，只会觉得他不是好猎人。因为好猎人入山前会唱歌祭祀，告诉大山和祖灵，如同祭枪歌一样，请祖灵让山羌、野猪、飞鼠等猎物自己送到枪下来。有祖灵保护的好猎人是不会猎不到猎物，也不会因为狩猎而亡的。如果出国的目的是要体验跨文化，那中央山脉还有一个布农国，等住大家利用南横来一起前往布农国。